图书馆，图书馆，图书馆，怎么事儿？听说这老头是你们的童年阴影，那今天我来给你们治治。话说这图书馆里啊，总是会有人无缘无故的消失，馆内尸体的芳香还引来了有着灵敏嗅觉的木木警犬警官。但是啊，警方翻遍了整个馆子，这里除了有一位和蔼可亲、老年痴呆的老登馆长外，那是一个米花土特产也没找到。就因为这破事，木木已经连着加班3天没去网吧包宿了，3天没开尸体的荤，外加网瘾犯了。木木是感觉浑身都有虫子在爬呀。好在呀，这几个小阎王超勇的，他们直接化身赏金猎人，在这图书馆留到了半夜，开始找尸体。也是运气好，几日直接邂逅了加班的馆长。但这会儿原本老年痴呆的馆长却突然原形毕露。哎呀，这帮老太还真把我当良民了。平时不杀几个人，我在米花怎么可能保持住80年的不死记录呢？说完便一声大笑，开始背后运球。你干嘛？这会儿元太骑着火化，直接把柯南推进了屋。馆长当即暴怒，开启了虎形态，把几个约的二人吓得满街乱窜，躲进了厕所。好在啊，馆长是个朵拉，进门一闻，嚯，这味儿太纯了啊！上头的香味让馆长直接忘记了自己是要来干嘛的。吃饱了。见自己没死，这会儿几人接着作死。柯南发现刚才馆长翻的箱里书壳子都空了，难道说找不到尸体是因为骨灰都装书里边了？果然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那馆长看起来嘴歪眼斜，弱不禁风，这堆书他肯定搬不动，所以他一定把这些玩意儿藏进了图书馆。私たち少年探偵団の出番ってわけね。まずはこの本棚からだ。这会儿为了给游戏加点难度，步美直接核聚变打机把灯开了，一阵白光瞬间照亮了馆长的美。怎么事儿？迪迦在我馆里变身了？再说柯南也是心大，瞅了一眼，看馆长不在底下，直接又开始岁月静好的找起了骨灰。但这会儿啊，诡异的事发生了，他们明明已经分两面，很努力的翻书柜了，但书柜对面的书却纹丝不动。瞬间，柯南脑袋轰的炸开，原来馆长这诡计多端的老登在一层书架上放了3排书，中间那一排是没有书脊的，这样就算有人拿了两边的书，也只能看到书页的部分。馆长呢，就可以把自己平时的一些小道具、小癖好藏进这排书里。这会儿柯南发动麒麟臂，一把掰开，哇，馆长老师乱来了吧？还真是骨灰。竟然是毒品，馆长太追我了。他平时把货存在这里，每次拿一点出去交易，估计是被人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所以那人才会离奇失踪。行，这趟没白来。柯南赶忙踩着外增包准备报警，但善解人意的馆长早就帮他们切断了电话线。这种情况估计只有小兰这个报警至尊 VIP 会员才能成功摇人了。这会儿啊，几人觉得查几个毒品还不够刺激，找几个死人那才舒服。只是这帮大声密谋的冤种没注意到身后的馆长写轮眼都开了。进步美蹲下系鞋带，馆长还贴心的准备给他戴个小项链。そんな面倒な靴履いてからだよ。ひどい、これお気に入りなんだよ。这会儿几人是翻遍了馆子，也没找到米花土特产。但突然他们发现这儿的书架可以移动，于是几人站上去就开始摇摆。要害盖谋！离谱的是，几个小冤种虽然可以摇动，但唯独元太挂在书架上，无助且肥胖，死活摇不动。怎么事儿？难不成幸运儿元太抽中了一具尸体？但很不幸啊，并没有尸体，转不动，纯是因为元太是个铁肥猪。说到体重，柯南突然记起，今天白天限载9人的电梯里面有7个人，但上了他们几个月的2人后就超载了。几人明明瘦的跟细狗一样（括弧除了元太），怎么可能超载呢？瞬间柯南懂了，之所以超载，是因为尸体就藏在电梯的上方啊。柯南还做了个实验，疯狂装13，但这会儿你的小可爱也缓缓升了上来，真是一个慈祥又和蔼的老人呢。此时的柯南不慌不忙，继续做气质流氓，疯狂揭发馆长罪行，散发无边的魅力，逼着馆长脆下认罪。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！我刚才回报你知道吗？馆长突然来了一记秦九问法，但柯南吃一堑长一智，一个提高滑铲钻进了电梯，成功降落在元太爱的抱抱里。咱讲话呢，你幸亏没坐他头顶上，不然以后再也不能提高滑铲了。这会儿馆长发动技能走楼梯。馆长一路追到了一个房间，这屋里好像被核弹炸过，几个小瘪子一定藏在这儿。果然啊，走廊尽头有个书架歪了，下面还垫了几本书，多么可爱的机关啊！馆长笑容逐渐变态，瞬间几个冤种推倒了书架，虽然空大了，但柯南还是不服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但馆长顶着他那高昂的发际线与七零拐弯的法令纹，发表完遗言，准备一记秦九问法拿下自杀时，身后的书架突然倒了下来。米花大舞台，命硬你就来，这书架很大。你要忍一下。ドキドキしちゃったよね。もうダメかと思いましたよ。正義は必ず勝つんだよ。